玉峰哥，中国怪谈又来了。有人觉得中国有网友说：“我在搭高铁的时候，为什么一上车我就想要睡嘞？”就没想他一测用仪器测，我的妈！原来现场的二氧化碳浓度2000 ppm。2000 是多高的一个数值啊！对，你看这个画面哦，为什么上高铁之后呢？一开始好像大家还在看书，然后看手机，然后看他们的短视频，也就是我们的影片。结果呢，刚开始发动之后呢，过没多久，大家就沉沉睡去了，甚至有些人把眼罩都给戴上了。而这个人，网友说：“你怎么那么无聊？”他就说：“我就干这个行业的，所以呢，我就有检测仪。”他就说，他每一次坐他们的动车，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铁，他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很闷？然后呢，大家都睡到这样子歪七扭八的，他觉得一定有蹊跷。结果呢，他就把他上班用的这个感测仪，二氧化碳感测仪拿来看。他说刚上车的时候呢，大概是数值是881。我们告诉大家，它的单位是 ppm， 然后呢，原本的标准呢是要1000 ppm 以下，结果呢没有多久之后呢，马上到了1043。你想想看嘛，有一发动，然后就开始往上喷，马上飙喷之后呢，你知道吗？到最后呢，到多少？2158 ppm， 这个已经是标准值的2倍。而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它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太高了。二氧化碳太高的情况之下，大家就会睡得乱七八糟，到最后达到多少？2223。所以他觉得这个是有毒的，什么意思？当你二氧化碳太高的时候，代表你空气你会吸不到氧，吸不到氧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头闷，头闷之后你就会想睡觉。大家都以为说，反正嘛，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我下车之后呢，慢慢清醒就好了。其实有医生讲说，这个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久了是会有伤害的。所以这一个被网友说很多事的网友又去打了电话，打了什么电话？客服电话，他就问客服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呢？对不对？结果呢，人家就不理他。那不理他的情况之下，他就投诉。那记者就去问了。那记者去问你，总是要客气一点嘛？没有，客服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觉得二氧化碳浓度太高，你吸不到气，你可以自己带行动式的氧气瓶，自行呼气。谁会带呀？对，所以呢，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在荒谬了吗？然后呢，他们网友就找出来了吧？你看哦。运输服务的质量规范里面，车内空气要清新，质量要符合国家标准，但这个都是广告，实际上它的二氧化碳就是太多。那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的网友实测呢，浓度都在410以下。那你就要想一件事情，高铁或者他们的动车跑这么快，时速动辄都是300公里以上。那为什么人家日本就没问题？就是可以让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410 ppm 之下，其实那就是一个换气的系统。中国大陆的高铁它的换气系统在车子的中央，在中间那一道，所以呢，当你前后比较远的时候呢，它就没办法有效换气。那你想想看，其实高铁到350公里时速的时候呢，它已经跟飞机差不多了，你要准备要起飞了，所以呢，它一定是有一个密闭式的。因此，当你的技术不够先进的时候，他就管不到，让你有个清新的空气。那这个网友就是说，这个虽然很不舒服，但不至于死人。另外来讲，会死人的是这个。最近来说的话，法国出了一个大事，什么大事呢？2个小 baby， 真的是小 baby，newborn 的刚出生的，一个是14天，一个是27天。结果呢，他们去喝了奶粉之后死掉了啊！对法国来讲，奶粉，其实我讲错，对全世界来讲。newborn 的 baby 14天、27天吃奶粉死掉，这都是一个很可怕的大事。所以呢，传出来雀巢就赶快下架，然后呢，另外一个大厂呢，法国乳业巨头拉克塔利斯也赶快下架。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去笑他们了。网友就笑，你看你们欧洲好像觉得你们自己很厉害，对不对？你们的奶粉吃死人了。结果笑一笑之后，过没2天惨遭打脸。为什么呢？因为调查报告出来了，而这个奶粉。疑似出问题的奶粉，他拿了中国大陆的材料啊，他拿了中国大陆的材料，而且呢是一间很大间的，叫什么？叫做这个嘉必优工厂。他提供的这个花生4烯酸里面，应该是有个正常的质量的，因为它就是标榜的怎么样健康的解决方案。这个是它的原料，而它的原料提供给谁？提供给雀巢，跟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另外一个乳业巨头，结果没有想到疑似里面有一个过程出包了。什么叫出包了？竟然给我含仙人掌杆菌。对，照道理说，你在这个添加物里面的话，只要你在过程当中你的热度够高，你就可以把仙人掌杆菌给处理掉。对，照道理这一件事情是很困难会残留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就是仙人掌杆菌。周边布满了短鞭毛，然后呢，细菌或由细菌产生的毒素导致食品中毒。问题是加热温度够，它就死掉了。它算是一个比较 soft、比较软的一个杆菌，那怎么还会残留？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你要告诉大家这是高品质的营养素产品跟创新的解决方案，结果呢，笑人家没多久，哇，被打脸了。原来就是你们出的东西就害人家害小 baby 死掉，而这个来说的话，真的是拿人命开玩笑。瑞哥，我们都知道，最近美国的 ICE 已经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讨论在上面，就没想到明尼苏达州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卫报竟然爆出一个报道，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美国内战的第一枪。他说这个报告在2024年10月做的哦，结果他就说明尼苏达最有可能，结果没想到。明尼苏达此时此刻，它真的发生了，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川普派了大概2000多位的这个ICE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到这个明尼苏达州里面去查有关于非法移民的部分嘛。那现在非常查得很严格啊。可是他一个礼拜之内连续发生2起ICE在执勤的时候呢，杀人了，枪杀明尼苏达州的相关的老百姓。那这一起这个等于说37岁的这个普雷蒂呢？这个案子更离谱，为什么呢？因为呢，普雷蒂他是在这个退伍军人的医疗体系里面的加护病房啊，那么协助这些退伍军人那么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呢，要复健等等啊，所以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人之外，那么他其实当时是在ICE要这个这些特务呢要去抓一个妇女的时候。那么，因为手段太过凶残、太过残暴，所以他挺身而出去保护她，把身体挡在这个妇女的身上。那么他是因为这样，所以ICE就不爽，所以过程当中连开几枪，好几枪把他给打死了。国土安全部当时是说，那么这个37岁的这个普雷蒂呢，他手持90手枪，然后呢朝着这个ICE的这个执法人员企图开枪袭警，所以当时ICE的人员没有办法才开枪打死他。可是你知道现在有个东西叫做手机呀，对，结果从最新的那么媒体所拿到的现场所发生的旁边的这个民众所拍的这个手机里面发现，当时普雷蒂的手上根本就没有枪支，他手上没有枪支，他的手上只有一只手机。所以呢，他并不是像这个国土安全部所宣称的说，他是因为那么在抵抗的时候呢，拿着手枪指向这个ICE的执法人员，所以被迫开枪打死他。没有，所以就跟像我们画的这个圈圈这里，他只有手机在身上，没错，他没有任何的枪啊。那国土安全部呢，后来有公布了一把90手枪，还有2个弹夹，说他是携带。可你知道吗？普雷蒂本身在明尼苏达州，他是拥有合法携带枪械的执照，而且他也没有前科。重点在于，那么他拥有合法持有枪械的执照，跟他在现场跟 ICE 对峙的时候，把枪拿起来对准 ICE 的人是2件事啊，对，完全不能当做一回事。你说谎，你还开枪，那当时开枪打中他了以后，因为连续开枪打中他了以后呢？旁边有这个医生要赶快来救治他，ICE一开始还阻拦，最后让他去这个等要帮他了以后呢，你知道吗？单单胸前背后大概3枪，这边左胸这边也1枪，脖子这边也1枪。对，他很可能是胸部这边跟脖子这边是致命的枪伤等等啊。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如果按照一般的警察的话呢，那么一般的警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说谎开枪打死人这个警察是有罪的，是要到大陪审团去那边接受审判的嘛。对，可问题是 ICE 没有ICE 他就讲说他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引起暴动，你看美国现在不是暴风雪大那个来袭吗？对，零下大概19到29度的那么严寒的那种情况之下，明尼苏达州出现了1万多个人，他们干嘛呢？出来抗议的，他们呼吁大家罢课，呼吁大家罢市，就是说今天都不要做生意了，大家一起站出来。哇，这么多人！对，很冷啊。
然后很冷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集体啊站出来，在明尼苏达州的各地呢站出来啊，为什么要抗议川普的这个 ICE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要作为？为什么呢？因为 ICE 已经过度的为了抓这些不知道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移民，已经过度 over 过头了，已经变成有点像东厂锦衣卫的那个角色了。他不是单纯的这个警察的职务了，而且动不动啊荷枪实弹，那么大批人来啊，如果真的是犯罪集团也就算了，常常是啊就一般的老百姓这样而已嘛。那么你要抓一个这个所谓的移民的非法移民的这个的人，是需要这样大张旗鼓吗？来自于美国各地的这个抗议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川普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啊，他就直接公布。他就公布什么呢？公布 ICE 的这个要执法者，他在执行的时候呢，被这个所谓的暴民打断他的手指头，对，弄断他的手指头，然后呢，他就出示这个画面。当然，这个画面对不对啊？它画面我们有经过处理了啊。可问题是，如果一不小心，有可能美国真的会引起所谓的内部的暴动。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